这一期是维修监控的一期，但这期和往期不同。我后半段的视频内容是以教科书的方式来维修监控，和平常维修不一样，所以有点难。粉丝们准备好了吗？开始吧！我一过来就看到这些空白的画面，就知道有人过来维修过，不但没有修好，还把损坏的监控通道给删了，这就导致我无法通过回放来定位监控的数量和位置了。这无疑给我增加了难度，不过不碍事，越是难，钱给的越多嘛。不好意思，我刚才的意思是越是难，挑战性越高嘛。我就喜欢这种超有挑战性的，想知道他们的监控数量有多少。最好的方法就找他们负责人来问一下，结果他们负责人也忘了具体有几个监控，只告诉我大概有14、15个监控。我的天，不过这总比不知道的好。我打算找到 PoE 交换机数网线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少见的设备，正好给粉丝们认识一下，它叫 AI 视频监控系统。当然这种属于阉割版的 AI， 所以只有一个抓拍人脸的功能。我数了一下 PoE 交换机上面的网线，除了 AI 和录像机使用了2条，还剩下8条线。但是我在录像机里面居然能收到10个监控出来，这里大伙是不是有疑问？录像机能收到10个监控，为什么只有7个是正常的？大伙注意看监控的 IP 地址，是不是有明显的区别？就是网段不一样才导致监控异常的。为什么出现2个不同的网段？这只能问上一个维修师傅了。既然能收得到10个摄像头，想必其他地方还有交换机。果然，我在他们的2楼就找到了一个机柜。我看了一下里面的设备，这个是一个移动的光猫，接下来是一个路由器，路由器下面这个设备叫做集中供电，一般都是给12伏设备提供电力的，正好监控也属于12伏。至于这个16路交换机是干嘛的，我只能用电脑接上去试一下了。接上去后发现是可以上网的。我打开设备搜索工具，发现电脑和楼下的录像机一样，可以收到10个摄像头，那么就知道这个交换机是负责监控和网络两用的。这下我就清楚他们的线路布局了。他们主机房在2楼，2楼的监控汇聚到这16路交换机，再传到1楼，楼下7个监控是接 PoE 交换机上的，所以1楼全部的监控都是正常的，丢失的是2楼的所有监控。因为2楼16路交换机不属于 PoE 的，所以需要这个集中供电的设备来给监控供电。但是奇怪的是，这个集中供电怎么只有3条电源线？按理说应该有7条才对啊，因为我们用了最笨的方法走了一圈，数了下2楼也是7个监控，那么我们只能找到那4个摄像头，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挨个把摄像头盖住，如果它通电，它就会像这样开启红外；如果不通电，那么就电源出了故障。我们这样试了7个摄像头，开红外的有3个，不亮的有4个。现在我就知道他们监控损坏的原因了。3个摄像头是因为网段不同而无法添加，另外4个监控是没有通电。无奈的是，这4个摄像头的电源线我们找了半天，居然找不到通向哪里的。经过一番的协商，只能采取就近供电了。好在监控旁边都有插座，我们就在插座旁边增加一个12伏的电源适配器给监控使用。就这样，4个监控通完电后，奇怪的是，录像机还是只能收到10个摄像头，但搜索工具可以收到14个，而且网段不同，录像机怎么添加摄像头都是失败的。遇到这种情况，就真的全靠以往累积的经验去解决了。首先解决这3个监控收得到添加不上去的问题。我们需要进入摄像头后台，找到网络设置，把 IP 给改了就行了。剩下4个摄像头之所以收不到，是因为录像机和摄像头不是一个牌子的。我们需要进入摄像头里面修改几个参数。第一步是在配置里面找到网络配置，然后选择高级配置，选择集成协议，给启用开放性网络视频接口处打上勾，然后我们选择增加用户，这里的用户名随便填写，填写完毕后选择管理员，确定后保存。第二步是在系统里面安全管理，选择安全服务，把开启非法登录的锁定的勾去掉，点击保存，然后把1段的 IP 地址改成2段，这样录像机就可以添加摄像头了。你以为这就完了吗？添加完后你就发现画面是黑的。一般画面黑的原因我知道有3种：第一，密码不匹配；第二，摄像头分辨率过高；第三，编码不对。我们再次来到通道，找到那个黑屏的摄像头通道，选择编辑，输入摄像头的密码试一试。如果你不知道摄像头密码的话，那步骤就更多了。好在我知道密码。修改后依然还是黑屏，那么我们就修改分辨率试一试。继续主菜单，选择摄像头，选择编码设置里面的通道，选择编码设置，在通道里面找到黑屏的通道式，把分辨率改成1920×1080。好在修改分辨率后，黑屏的摄像头就可以正常工作了。至于修改编码，估计你们在未来是很难遇到的，所以我就不说了。好了，本期的维修监控你学会了吗？只要把第2条混蛋接上去，整个网络就开始崩掉。因为这期是做时路由器坏了，但这位 H37的网工大牛就坐不住了，连夜购买了同款的路由器做了实验。
并且给了相对应的解决方法。他视频一公布，他评论区和我的评论区都沦陷了。此时我在想着，难不成当时真的是判断错了，秉着求生的态度，我再次携带我的路由器赶往了。A few moments later， 来到了现场，不知道之前发生什么情况的朋友，我这边就大概描述一下之前的情况。现在我电脑接在路由器上是可以正常上网的，这边我就随便拼了个外网，证明它网络是通畅的。外网拼通后，接下来我就要把第二条宽带接上去，看看网络会不会崩掉。为了更直观的展现，我这里就不过多剪辑了，直接断网。丢了一个包，后面能拼通几个包就断了。这里可以看到，我接第二条宽带上去，拼就马上丢了个包，大概过了15秒左右，拼就再也不通了，断了。然后一直断，再也连不上了，浏览器也打不开。此时我已经点击打开浏览器了，但是这个浏览器有个特殊性，你只要断网了，它启动是非常的慢的。没办法，只有拔了第二条宽带，网络才能恢复。只有拔了，拔了应该有1秒、2秒啊，差不多5秒吧。大伙看见没有？只要拔了一条宽带，外网不但可以拼通，浏览器它也可以正常打开了。但是只要我接回去，网络就马上崩掉，我就不过多赘述了。接下来我就要用那位博主的方法来试下，看看能不能解决掉这个问题。我在湾口设置里面找到 ICMP 探测，我按照它这个方法把万1和万2的链路探测给关了。这时候我再接第二条宽带，看看第二条宽带接入有没有再次出现网络崩溃的情况。浏览器可以正常打开，这边再拼一下。按照它这个方法，问题确实可以得到解决。2条宽带插上去了，网页可以打得开，后面拼也没有断开的记录。但是大伙不知道链路探测的重要性，它是检查万口有没有可用的网络。如果关了这个功能，其中要是一个万口欠费了，或者光纤出了故障，它也会一直走这万口的网络，这样的话会搅乱整个网络的。那位博主也说过，这种方法并不完美，所以还是得把它打开才行。按照那位博主的建议，我把114的 DNS 换成了我们海南本地的 DNS， 但是问题来了，我们海南本地的 DNS 也是无法拼通的。我就这么填上去，会不会出现网页打不开的情况？当时改完后，我就马上打开网页试了下，果然还真的打不开了。这里我又验证一下，拔掉一条宽带，看看网络会不会恢复过来。360可以拼得通，我大概拔了10秒左右，拼就开始恢复了，网页又可以正常打开了。看来探测地址要填写拼得通的 DNS 才行。当时我就试了下阿里的 DNS， 因为这个 DNS 它是可以拼得通的。我把它输进去后，就把第二条宽带再接上去，看一下会不会出现断网的情况。我看一下会怎么样。果然和 DNS 有关。看来填写能拼通的 DNS， 再接入2条宽带，确实就不会出现断网的情况了。貌似问题就这样得到了解决。果然和 DNS 有关。但是这边的故障远比我想象中的更加复杂。虽说阿里的 DNS 不会断了，但是我发现有时候网页加载的特别的慢，甚至有时候网页还出现打不开的情况。当时以为是光猫拨号导致的，后面我就把光猫改成了敲接，用路由器来拨号试一下。哪成想这么一改，不知道为什么湾口的地址总会消失。这2个来回跳，你没看见吗？对啊，所以说还是得通地址。现在不跳了，现在直接没了。地址老是跳，直接就断网了。
再刷新一下，这手机看一下，又有了。先别急，先别急。我怎么感觉有 bug？ 确实啊，又断了，我再刷新一下，两个都没了。所以它还是冲突嘛。当时我们尝试关闭链路探测，但是仍旧改变不了万口地址消失的情况。不行，你这两个根本来回跳，估计一直断，改了也不行。大概每隔10秒，万口的 IP 地址连上又断开，连上又断开，就连拼也是断续续的。后面我查看了一下运行日记，发现一大片都是断开的记录，这并不像是一个正常路由器该有的样子。说来也巧，它下面这路由器我上次过来还是好好的，但是那次停电不久后它就彻底不亮了，所以我仍旧怀疑它上面的路由器是不是也是坏的。后面为了验证这路由器是不是真的坏了，我就把我带来的路由器装上去，大伙看吧，万1和万2已经连上了，而且拼外网10分钟没有断开过一次，看来真的是这路由器有问题了。很多人不了解现场的情况，看了那位网络大牛的视频，就在评论区对我一片的指责，反正各种骂声都有，甚至还有人说我拿了一个杂牌路由器给人家换上去就解决了。你要说这个是杂牌路由器，我就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了。看过小胡视频的都知道，平常我能修则修，从不轻易给人家换设备。你可以翻我100期视频，给人家换设备的估计不会超过3次。可能你们看到这里又要去人家视频那边评论了，但是请等一下，这事还有反转。我把路由器带回去检测，却发现了一件更奇怪的事，这个路由器在我这边拨号愣是没有断开的记录。我给路由器挂拼了几个小时的外网，一直没有出现丢包的情况，这和之前10秒断开一次那可是天差地别了。难不成他们那边的宽带存在问题？于是我就马上远程看了下新装的路由器有没有外网断开的记录。哪成想我这么一查，我的天，刚装上去短短几个小时就有3600条外网断开的记录。我突然就想到了219集我维修一家电竞酒店也遇到这种情况，只要路由器不好，外网就会疯狂的断开，只有把光猫改成路由模式，网络才能恢复正常。看来他们那边宽带确实出问题了，最好的证明是4台路由器在那边拨号没有一个是正常的，反而设备带到我这边来就无比的正常。那应该是那边的宽带设备出现了什么 bug， 这种故障一般的宽带师傅根本就查不了。那位博主也提到了光缆被挖断的情况，确实当时我来的时候，那边的负责人就和我说，他们路由器原本一直都是插2条宽带的，但是那天光缆被挖断后就出现了这种情况，看来这故障只能宽带方那边去解决了。至于一开始为什么我带来的路由器可以支持双宽带，他们这边3台路由器却不行，因为我才发现我这型号的路由器探测功能默认是关闭的。大伙可以参考我284期，那期讲的是他们卡顿的原因是一条宽带欠费导致的，因为那边用的正是这个型号的路由器，他没有经过任何的探测就使用了那条欠费的宽带，然后导致一部分人网页打不开的情况。最后我想说下，我为了收集这些案例，为行业内提供参考学习，不知道耗费了多少精力，甚至我知道他自己掏钱维修的，我当时连钱都没有收他的，就因为这一次判断失误引来这么多人的嘲讽。我想说，这种故障除了这位博主估计就没几个人知道了，因为他是 H3C 模拟器作者，他对 H3C 的设备肯定知根知底。当时我也把数据包发给了很多工程师分析，没有一个像他这样能分析出具体故障来，更别说我能分析了。小胡一直希望这行业内能再次出现一个像我这样通过分享案例造福这行业的100万粉博主，但是看目前的环境真的很难了。